还知道回来啊？我们不是说好了在公共区域不能穿着暴露的吗？哦。我这不是已经认命了吗？什么意思啊？亲也亲过了，摸也摸过了，我现在穿不穿衣服还有什么区别吗？嗯？你喝酒了吗？嗯。那我长话短说，经过早上这个事情，我发现我这个人梦游可能没有什么方向感，用椅子抵着门没有什么用，以后可能要辛苦你睡觉的时候锁门。我以后尽快去医院。你脸红了？谨遵医嘱的。为什么脸红啊？嗯。太热了，最近很热，你没发现吗？哦。哎呀，我就是没有看过男生的裸体嘛，而且之前在合租之前不是说过了，已经约定好了。我说在公共区域你不能穿着暴露，然后你也答应了，你还说我想得美。我确实这么说，不过我今天心情好，乐意给你点甜头吃啊。那以后我来尽量避免这个情况，你也多多防备。每次的处理方式、说辞都一模一样，最终的结果呢？最后不还依旧照放。那你可以说你的要求，我来配合你。我呢就一个要求，在你找到真正解决这个事情的方式前，麻烦你，能不能跟别的男人保持点距离？能不能走远点？你不要一边在那边潇洒，一边在我这让我成为那个能为你上下其手的小可怜。那我可怜可怜你。我谢谢。可怜我。哎，潘姐，等一下。沐橙雨碰我的时候，我反应那么大，我竟然不介意桑叶碰到我。能不能跟别的男人保持点距离？说这个干嘛？搞得我好像在……好像只有对他，对，只有对他不一样。这是为什么呢？我还喜欢他吗？我今天不能再梦游了，免得他睡不好。这些是……怎么多了这些灯？
多了这些防护。这些都是为我准备的吗？你怎么睡在这儿啊？不好意思，吓着你。有可能梦游了吧？什么意思啊？你是在嘲笑我吗？还是说你想报仇啊？这样的话，咱俩不是扯不完。睡吧，等着走。难道是我想错了？今天我的讲座就分享完了，谢谢大家。感谢温教授，下面有请南洋医科大学唐国春教授进行分享，有请。苏维安，你是不是没完没了了？干什么呀？你就这么恨我，非要在这么高级别场合破坏我父亲的演讲？你知不知道这个项目不仅有我父亲10几年的心血，还有云城所有的资金投入？我就不懂了，你也是舞蹈症基因阳性，我父亲的药如果能顺利上市，对你没有好处吗？还是你为了针对我，宁愿损人不利己啊？温冉，这个世界上不是所有的事情都是和你有关的。我从来不针对任何人，但是科研必须保持严谨和不断怀疑。科研跟你有关系吗？你一个辍学的肄业生，你对舞蹈症到底了解多少？你有什么资格质疑我父亲付出10多年的心血研究的成果？温医生，客观存在的不良事件，严重关乎着患者的生命质量。虽然目前全国只有3万个舞蹈症患者，但是再少再小的群体，都不该被忽视。可是你知道云城他为了这个，苏维安，我话还没说完呢。温教授，爸爸，然，哎，你们要干什么呀？非要让那些舞蹈症患者失去唯一的希望啊！我比任何人都更期待这个希望，前提是，这个真的是希望。哎，看来2位还有问题没有问完，对吗？问吧。是这样的，温教授，不管那些自愿退出的协议书是在什么时候、什么情况下签署的，我们都有足够的证据证明，那3位患者是在参加药物实验期间突发的动脉瘤破裂，并且药物试验有明确的规定，不管是不是药物导致的不良事件，只要在药物试验期间出现的严重不良事件，必须要第一时间上报的。可你们要知道，新药能够缓解大部分患者30%到50%的症状，而且临床1期、临床2期也没有发现重大的不良事件，实验样本达到了规定的300例，动脉瘤破裂的概率甚至都没有超过1%，对吗？所以，你们提到的案例不能说明任何问题。所以您的意思是，一定要等到再有一位患者发生动脉瘤破裂，等到这个可笑的概率超过1%，才能说明问题，是吗？我不是这个意思，你怎么就不明白呢？你是什么学历？你有什么资格来质疑一个顶尖的科研团队通过15年的努力而得到的科研成果？质疑可以，你得提出科学依据，对吗？如果科学研究都那么容易的话，那么亨廷顿舞蹈症怎么会成为世纪医学难题？温教授，我当然不敢质疑您团队的科研能力，我质疑的是你们的科研精神和药物伦理原则。
如果我找到科学依据，你要怎么办？如果你找到，我立刻停止实验，并且公开道歉。一言为定。爸爸，一言为定。斌呐，我在等你的解释。老师，我向你保证，我的所有行为都符合药物实验的伦理原则。他们都是自愿签署的协议书，整个过程都有律师在场，我没有丝毫的强迫和威胁。老师，过世病人的遗体当时就已经火化了，根本就没法证明他的死因是因为试验药物引起的不良事件。回去之后，我会亲自开展动脉瘤和药物关联性排除性研究。陆明达，通知下去，尽快安排让所有参加实验的患者进行全面检查。喂，杜总啊。你之前说想让我去你的组里当研究助理，还算数吗？怎么了？温教授让我拿出动脉瘤跟 HD 个39的直接关系，我只有回到实验室才能证明给他们看。维安，你想好了，这不仅仅是应聘一个岗位，不只是随便在那儿待一阵子而已。因为实验室不是说来就来、想走就走的地方。我知道，我也不单是因为温教授，我只是想到以前就算会为了被污染的培养皿而跳脚，就算会因为统计错数据而气得想砸电脑，但是只要看到自己辛苦写的文章，最后存成了 PDF， 而且标题中加上最终版的那一刻，那种成就感无法比拟。可是后来，维安，你的选择是正确的，你不用担心，你什么都没有研究出来就发病了，因为这就是最坏的结果，没有什么会比这个更糟糕了，所以你只要尝试过，就不会留遗憾。但是像亨廷顿舞蹈症这么难的课题，我每走一小步，耳边就会有个声音提醒我，我还有99999步没有走。你看到温教授那副不可一世的态度了吗？你难道想把自己的希望寄托在这种人手中吗？你说的对，比起什么都做不出的绝望，我更害怕自己什么都没有做。我决定了，我要应聘研究助理，回到实验室，证明给他们看。维安，这条路我们一起走下去，不管能走多久，一直走就好了。
哎，你们看到这个招聘启事了吗？月薪1万起呢。顾教授总要招人了。哎，顾教授肯定有什么新的课题要研究。我跟你们说，顾教授在胶质瘤的研究水平，那可是国内在天花板级别的。要是能进他的实验组，那以后发论文指定不愁了。干嘛？想分享胜利果实啊？你可别做梦了，看清楚，那招的是研究助理，职级这么低，一看就是给实验室的专职打杂。月薪再高也没什么发展。依我看呢，还是临床才是硬道理。就是啊，研究助理含金量低，工作时间又长，咱们这些恨不得在住院部打地铺的医生分身乏术，还是把这些机会让给刚毕业的学硕们吧。凭着顾教授的招牌和丰厚的月薪，不愁招不到人的。对，有道理啊。这可是硕博的教材，你看得懂吗？想临时抱佛脚啊？竞争实验室的研究助理的位置啊？思维啊，我好心的提醒你一下，认清现实吧。你一个没有相关工作经验的本科生，凭什么敢小小进华人医院啊？谢谢你提醒我，要更努力一点。书可以还我了吗？不好意思啊，这书我借了。顺便提醒你一下，这个研究助理的位置，我也报名了。你不是博士毕业了吗？不去领。这么做，只是为了跟我较劲啊？怎么会？你这是怕我了吧？怕我把你比下去，怕你再怎么努力都是白费。哎，我还没说完呢。苏维安，真没想到啊！你还是个学术妲己，抢了我的男朋友，还和顾老师不清不楚的。怎么，想靠顾老师进实验室啊？真有心机。云晨知道你的真面目吗？你无不无聊啊？这里是图书馆，这么着急给我泼脏水，是怕输给我以后没借口啊？你觉得我会输给你吗？就算你的天赋高，但这几年落下的就是落下了，而我一直在前进。咱们走着瞧吧，谁输谁赢还说不定呢。老师，这些书我都借了。好。这个人因为论文剽窃被咱们学校开除了。老师，你仔细核对一下他的证件啊，看他有没有资格进入我们华人图书馆。同学，你拿好。已经好了。同学，你的卡已经不能用了。去哪儿借这么专业的书籍啊？你怎么来啦？上车。伟安，简历准备好了吗？我帮你递上去。我早就已经投递到公开招聘的邮箱了，还等你。
实验室的大门必须靠我自己的努力打开。这么有信心？真不愧是我的女朋友。那当然了，既然已经做好决定了，我就要正大光明的回归实验室。其实，这么短的时间，想要系统的提升理论知识，是不太现实的。研究助理这个位置，其实更注重的是实践。维安，接下来的时间，你可能会很辛苦，你要做好心理准备。放心吧，我甘之如饴。今儿怎么想起过来了？苏维安多久没来了？维安得有1个多星期了，他不是忙着备考吗？备考？你不知道啊？他想进那个华人的实验室做研究员，那地方要进去必须要考试啊，所以最近一直忙着备考嘛。哎，他那个实验室的负责人你认识？顾云峥，你说，他直接把维安招进去不就完了，还考什么试啊？这都多此一举。老板，哎。师兄，你说要来的地儿就是这儿啊？来帮我一下。1、2、3。新实验室啊？对，陈安实验室。维安，这个实验室送给你。送给我？为什么？我知道，其实，在你内心，那个小火苗一直没熄灭。你一直想回归医学，我愿意用我的能力来帮助你。这个实验室是杰辉刚刚投资完工的，从现在开始，你就是这里的负责人。你想做的任何的项目都可以在这儿做，设备和人员我都给你配最顶级的。师兄，谢谢你的好意，但是很抱歉，我接受不了。以杰辉能力，完全可以在全球范围内找到更优秀的负责人。这个人不应该是我。没关系，我可以资助你进行深造，或者我可以去聘请最顶尖的人才来辅助你，这都不是问题。是，我不是在跟你客气，我说认真的。这么艰巨的任务，我担待不起。我不理解。加入杰辉，你可以和最优秀的团队共事，即使你在杰辉，在管理岗位上做一个闲职，那成就感也比你做一个科研助理来的强啊。尽管只是一个小小的研究助理，那也是我目前力所能及的事情了。我已经答应顾云峥去他的实验室帮他了，我们俩在一起了。维安，我为你付出这么多的心血，你难道不明白我对你的心意吗？师兄，我想我们之间可能有误会。一直以来，我都把你当成我的师兄，从来都没有别的。没事没事，我先走了。欢迎苏女士莅临指导。干嘛呀？
又不是第一次来，这么神神秘秘的。还有这个，这可是我为你准备的特别款式啊，不可爱吗？可爱，就是有点粉。粉多好呀，女孩子不都喜欢粉色吗？来。 新买的啊？对呀。那儿。都是你买的吗？啊。这眼光比我们家兰姐还一言难尽呢。怎么？你不觉得很可爱吗？嗯。没你可爱。 说吧，葫芦里卖什么药呢？你应聘研究助理，任务重，时间紧，我可不能给你开后门。我能为你做的就是私人家教服务。你看，这些都是我为你准备的资料，虽然不说特别全，但是配合上我帮你整理的论文，应聘个研究助理，十拿九稳。 准备这么充分，顾老师，你蓄谋已久。我是觉得你家离学校太远了，你这样每天来回跑，不影响复习进度吗？再说了，你回去那么晚，也会影响兰姐休息的，对不对？这儿多好呀，云蒸咖啡图书馆，专属空间，专人服务，24小时为您开放。 给你点小费，帮我泡杯咖啡吧。你这个小费可买不起我的咖啡。这就对了嘛。伟安，你学习紧，我工作忙，一不小心。 咱俩1个星期都见不上一次，我们好不容易才走到一起。从今天开始，我想每天都看到你。好吧，那我考虑一下。考虑一下。 维安，你这是全搬过来了？对啊。过来。怎么了？东西太多了，还是你不乐意啊？我怎么会不乐意呢？不多不多。我以前就是觉得我家里太空了，正好都塞一塞。那，你今天晚上就不走了？医院离你家比较近，上班方便。以后呢，我就每个周末再回家。那，你搬过来跟我一起住，怎么跟兰姐说的？我就说实验室太忙了，医院给安排宿舍。只是我没有说这个宿舍很豪华，而且还有24小时贴身服务的人。
反正也是个陪跑的，这么着急干什么呀？早有这股劲儿，也不会到现在还是个本科学历。他说谁呢？谁是本科学历？华人应聘不筛简历的吗？本科毕业也能参加面试？不会是因人设岗吧？这么倒霉？初试开始，点到名字进来。李玉芳，跟我来吧。各位考官老师们，大家好，我叫苏维安，毕业于华人医科大学，连续3年获得国家奖学金，连续6年专业成绩第一。既然中途退学，为什么又要到实验室当研究助理呢？因为我姑姑和她的2名病友参加了亨廷顿舞蹈症的药物试验，而且他们都发生了动脉瘤破裂。但是药物团队并不承认这是因为他们的药物导致的不良事件，所以我想找出证据给他们看，避免剩下的被试也发生这样的危险事件。你就是那个在神经内科年会上提问的女学生啊？听说你当众让张河医院的温教授下不来台。我确实多问了几句，那是因为我认为温教授对不良事件的阐述语焉不详。而且，学术大会就是用来交流探讨的嘛。所以，就想拿我们科当个跳板，想为你的姑姑来讨回个公道啊？不是的，我是想证明给他们看，研究要有研究的样子。即使我内心希望出成果的愿望比他们强烈100倍，但是我绝对不会通过牺牲安全性以及真实性去完成这个事情。下次啊，找别的医院的大教授的时候，记着带上你们找出来的直接的证据。我通过面试了。接下来啊，就看看你能不能过第2轮复试了啊！谢谢王老师。不是说了在家等吗？我面试的可是你的实验组，总要避嫌的。我又不怕，怕的人是你。我就是想第一时间来确认好消息。看样子，苏同学稳操胜券了。那可难说，临场反应应该没问题，但是你知道的，我的学历不占优势。没关系，那就先好好准备复试。初试只是初印象，复试才是最重要的，考验的是你们的实操能力。那复试的主考官也是王焕忠老师吗？你可要小心了。王焕忠老师眼里容不得一粒沙子，到时候你可以感受一下他的死亡凝视。死亡凝视？上车吧。拖鞋，江江。啊。江江，不好意思啊，家里有些乱。别，没有，我觉得比我想象的好。那我收拾一下，你先坐这儿吧。好。哎，你一个人住好爽啊，想干嘛就干嘛，衣服想怎么放就怎么放。要是我这样子的话，我爸妈肯定会骂我。那你这么晚出来，你爸妈不担心吗？不会啊，我都跟他们说好了。那就行。你不问一下我是怎么跟他们说的吗？那你怎么说的？我说我已经有男朋友了，他会照顾好我的。那肯定啊，
多晚我都负责把你送回去。方明凡。啊。你不觉得顾医生和维安自从确定关系以后，他们的进展就突飞猛进吗？我们俩都落后了。谈恋爱还讲究进展，又不是比赛。你家小老板都快和苏维安同居了，你不着急？他俩怎么是他们的事儿，我着什么急啊？嗯。方明凡，你每天晚上回来这么晚，那么忙，扁扁他会孤单的，对吧？他才不孤单呢。猫本来就是独处动物，而且扁扁也不喜欢我们这种愚蠢的人类黏着它，是吧，扁扁？那也不行啊，他得需要人照顾。你不在的时候，我可以照顾他。真的啊？那太好了，把我家的钥匙给你。你出门记得锁门啊。怎么了，强强？方明凡。哦。你活该单身。是我暗示的不够明显，还是我魅力不够？我是一个女生，哎，留宿这种事情，你要我直说吗？留宿？你要住这儿？不是强强，我是觉得你在家里待着挺舒服的，你来我这儿多委屈你啊！我怎么会觉得委屈？我不会觉得委屈啊，方明凡。我从小都是跟我爸爸妈妈一起住的，而且我大学都是走读的，从来就没有享受过这种一个人独处的空间。你这里吧，虽然不是很大，可是很自由啊，每天想干嘛就干嘛，想几点睡就几点睡，想点外卖就点外卖，想吃夜宵就吃夜宵，多爽啊！而且，还是可以和你还有扁扁一起，多幸福呀！你真这么想？好啊。你们知道下面要进行什么操作吗？神经细胞的传代培养。我的答案和苏维安一样。那你说一下神经胶质细胞传代的消化步骤。神经胶质细胞传代的消化步骤需要1:1，加入0.125胰酶和0.02 EDTA， 盖满平底为宜。你还有什么补充吗？ pH 值保持在7.5，温度保持在37摄氏度。开始操作吧。好，可以了。主任辛苦了。
我考完了，我到医院门口的咖啡厅等你。几岁啦，还玩偷袭？咱俩正大光明谈恋爱，怎么被你说的跟偷情一样？那不是在医院吗？上一次出事的时候就有人说，这一次招聘是因人设岗，我怕别人说你假公济私。假公济私？行了，苏维安，我跟你说啊，不管咱们怎么做，那些爱说闲话的人，他们始终都是会说闲话的。倒是你啊，你倒是给我多一些假公济私的机会啊！我才不呢！我跟你说，我今天算是真的见识到王焕忠老师死亡凝视了。不是，怎么会呢？是你操作失误了吗？怎么可能？实验结束的时候，我就把那个紫外线灯按了一下，他唰的回头看了我一眼，我吓死了。我就问他是不是有别人要用，他又说没有。维安啊，维安，我跟你说，王老师的死亡凝视，是希望你重视他的严格，不是让你去怕他。你放心吧，王老师那么做，是他认可你了。真的？那，庆祝你顺利通过复试。那怎么又是书单？通过复试了呀，可以看些闲书了，不开心吗？开心你个头！过了复试还要看书，你自己看去。在医学世界里，我们不得不面对各种可能性。我们之所以被这门不完美的科学所吸引，是因为我们迷恋可以妙手回春的那一刻。我们抓住每分每秒，用自己的知识、能力，去改变一个人一生的命运，让这个人过得更好。什么年代了，图书馆都电子化了，怎么还有这种手写借书卡？你个肄业生，果然满脑子废料。吓死我了！你怎么走路没声音啊？我看你神神秘秘的，以为你在研究什么高深的理论，原来就是在做这种。我记录借书卡呢，犯法吗？不犯法，但是浪费时间。这怎么浪费时间了？这样的话，我们两个人的名字会被永远记录在图书馆里面。苏维安还想着临时抱佛脚吗？现在才想起来读书，会不会有点太晚了？好了，你可以走了。谢谢。老师，等一下，先别还，这些书我想借。
然，你来就来嘛，还带那么多东西干嘛？真是太客气了。阿姨，这些都是我朋友从法国带来的，是高端定制的护肤品，你一定要试试看。好用的话，我以后再给你买。谢谢，快坐。你来啦，我比什么都高兴，一高兴就年轻10岁。这个呀，比用什么护肤品都管用。喝茶。